月儿活着的时候，我总是没奶，孩子饿得哇哇哭。现在月儿死了，我反倒是来奶了，来得这么凶，心口都要爆开了。什么味道？好冲的血腥味儿！别喊！你的伤不是我的。没水了，幸好我这里还有豆浆。娘，我实在是撑不住了，我才刚生完孩子第2天。生个孩子算什么天大的事儿？我们那一辈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下完地就能抱孩子。让你干点活，别在这给我矫情。娘，孩子饿了，我想给他喂奶。死丫头片子，早晚喂一次就行了，饿不死，哪有那么多金贵奶水给你糟蹋？娘，求求您了，孩子发高烧了，求您给孩子请个大夫吧！你个不懂事的东西，请大夫不要钱啊！你和你这个死女儿就是天生的讨债鬼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想请大夫，你自己变出银子来啊！哭哭哭，还让没人睡觉了？明天还要下地做活，受不得这惊扰。庄稼地里的事儿是一日也不能懈卖的，赶紧弄出去！没事的，孩子不怕。娘给你寻药，娘给你煮水喝，喝了就好了。这都是这孩子的命，别哭了。你和铁柱还年轻，很快就会再怀上的。娘给你蒸一双馒头，补补身子。晚上你和铁柱争取给我和你爹生个大胖小子。馒头吗？我生女儿那天，连个面粉都没见着。女儿死了，我居然吃上馒头了。有的吃就赶紧吃，废什么话！真香，我真的好饿。要是你能长大就好了，那样你也能吃上这么香的馒头了。月儿，以后就叫你月儿吧。月儿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见你了。月儿没了，咱们趁早再试试令，赶紧再生一个大胖小子，省得我娘天天在耳边念叨。铁柱，月儿才刚走，她才刚下地，我真的没心思，我不想生。没心思？我看你这就是存心给我使性子。这都几天了，你还摆着这副死鱼脸给谁看？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要别的孩子。行，你有种，你不生，有的是人愿意给我生。你就守着你那死闺女过吧，老子找村口王寡妇去，人家可比你会伺候男人。月儿，娘想你。怎么这个时候偏偏来了？怎么这个时候偏偏心口疼起来了？好疼，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我是在救人，反正月儿也不需要我照顾了，就当我心软一回。这死小子真能熬人，倒是把我心口那股闷劲儿给带走了。竟然一点都不疼了。怎么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鬼画符呢？你不让我碰，还不让我去找别人？他的相貌比铁柱英俊，鼻梁比铁柱高挺，嘴唇比软糯，身材比铁柱高大，就连手指也比铁柱干净整洁。莲娘，别想了，
这日子再这么过下去不行。下一个，二姨奶。哟，是莲娘啊！这大白天的，怎么想起来找我这牙婆了？二姨奶，您给我找个奶孩子的活计吧，我太疼了。莲娘，你这丫头模样齐整，岁数也小，孩子刚没1个月，最是合适。只是你公婆和你夫君那儿，公婆、夫君，他们嫌我没生儿子，又死了闺女，在家里也是碍眼。放心吧，丫头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二姨奶了。镇国将军府的夫人老蚌生珠，得了个2胎，人家特地吩咐要找个身家清白、模样周正、身体健康的奶娘。我看你家莲娘正合适。这是10两定金。夫君不是想让王寡妇给你生儿子吗？有了这10两银子，他势必就肯了。我不能给夫君生儿子不要紧，有人能给夫君生儿子就行了。莲娘，你……夫君不必多说，你我夫妻情深，若不是为了帮衬家里，我是不肯离开的。快走快走，别耽搁了二姑爷吃奶。可怜的孩子，瞧这模样，竟这么小就出来做奶娘。管家，带他下去安顿。这孩子出身苦，你们都给我记着，别亏待了他。是，夫人放心，一定好生照顾处事。在将军府待了这些日子，除了入府那天见过将军，夫人日日来看二公子，这院里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是大公子回来了。大公子，这是二公子的乳母楚氏，正给二公子喂奶呢。乳母吗？这声音，莫不是那晚的血衣男子？老天爷，你是说……不，那晚光线昏暗，那人又受了伤，定然不记得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季承言，镇国将军府的世子，他是将军府原本的独子，却在20岁那年被将军夫妻添了个弟弟。此人乃是太子亲信，年纪轻轻便身负凶名。听说前阵子为了剿匪，他深入贼窝潜伏半年，连平京畿3寨巨口。陛下曾动了念头要给他封侯。如今他官升3级，已是右京护卫大将军兼京畿5营兵马使。他仍统领5营宿卫，是太子殿下麾下头号心腹众将，整个京城无人不惧他的威名。这样的人物，竟在那晚被我这个农妇给救了。权倾朝野的大将军，他会不会因为那晚的救人杀了我灭口？大公子都年过20了，少年有这个到现在还没定下婚配呢。我听说大公子对女子厮混在一处，外头都传疯了，说大公子有断袖之癖。小声点，难怪将军和夫人年过40了，还要拼命给大公子挑牙医的。这些都是我从府中其他下人们那里听来的。幸好，只是做梦。二公子乖，不哭，这就为你。这玉在京中世家子弟皆佩玉，
这玉上面的文字是家族腾辉和身份象征，此等成色的玉佩，府里只有那个人能戴。许是白日里大公子来看望二公子的时候落下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孩子昨日睡得沉，今儿个得好好擦擦身子。嬷嬷，您老见多识广，瞧瞧这玉佩是谁的？可是昨天大公子来看望二公子的时候，不小心落下了。哎呦，正是咱家眼哥的呢，这可是他贴身的东西，怎么落这儿了？嬷嬷，二公子这头离不开人照应，要不劳烦您老人家跑一趟，把这贵重东西送还给大公子。不，这东西是你捡到的，自然该由你去还。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？难不成你这小丫头还想使唤我这个老太婆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是那个意思。彩娟姐姐，我这正给二公子换洗衣裳呢，可耽搁不得。左右你此刻也不喂奶，你自己跑一趟吧。可这我原本是死也不想去的。要是他认出我就是那晚在田埂上救了他的人，但这玉佩实在贵重，万一磕了碰了丢了，我这条命都担当不起。来将军府1个多月了，这还是我头一回出院子。这大公子到底住在哪个院儿？怎么跟进了迷魂阵似的？护卫大哥，姐姐稍后，既然是还东西，我这就去禀告大公子。不用了吧，大兄弟，你替我拿进去，直接交给大公子不行吗？姐姐莫说笑，这可是大公子的贴身之物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万一进屋磕了碰了，我这小身板可担待不起。让他进来。姐姐快请吧，大公子还等着呢。他亲口发话，叫你进去回话。他这笑，怎么看得我心里发毛？大公子，奴婢来送玉佩了。老天爷，这是我能看的吗？他竟然在洗澡！大公子息怒，奴婢真的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是门外的小哥说您让奴婢进来，他直接把奴婢推进来的。过来，给本公子搓搓背。大公子，奴婢是二公子的奶娘，我是不是看错了？这位活阎王一样的大公子，刚才是在笑吗？奴婢只是个奶娘，这若是传出去，奴婢还有命在。怎么，伺候二弟可以，伺候本少爷你就推三阻四的？天杀的，这怎么能一样？二公子不过是个不满周岁躺在襁褓里的婴儿，这位大公子可是足足有240多个月大，这手抖的跟我们村那个90多岁脑子都不清楚的太爷一模一样。大公子的奴婢。抖什么？我不是在心虚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你这个奶娘，方才眼睛在乱看什么？我没看。你看了，我看你方才看的眼睛都直了。秀，真的是我的错吗？明明是他自己突然站起来的。我只是个老实本分的奶娘，我只想找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，离那个冷酷无情的婆家远一点。是大公子把我叫到这儿来看他洗澡的，也是他大方展示给我看的。为什么要为难我这样一个苦命的女人？大公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要你伺候我。水还要，就是喂了一夜的水，手都要断了。这位大将军，你是有多渴啊？大公自重，奴婢是二公子的奶娘，照顾你那是另外的价钱。500两，500两1个月，够不够？来当本公子。奴婢不行，我不能不顾二公子。二公子软糯可爱，乖巧安静，
他就像是老天爷派来弥补我失去月儿的痛的，在我心里早已经把他当成亲生骨肉般爱护了。500两，500两1个月。我却这么痛。我知道，杀死月儿的不是婆母的心狠，也不是铁柱的冷漠，是穷啊！奴婢愿意，但奴婢有个条件。哦，你还敢跟本公子提条件？此事绝不能让府中其他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还有，明面上我是二公子的奶娘，背地里拿大公子的主。伺候你们说白了，我就要2头吃，打2份工，拿2份钱。好，过来。这么担心？2头吃，打2份工，哪有那么容易拿2份钱？过来。大公子，怎么，这几步路还要本将军下床去请你？奴婢不敢，大公子吩咐，奴婢断不敢违抗。把药端过来，喂我。慢点烫。是大公子。大公子，有事？ 1月已过，奴婢已经攒够了钱，这份差事，奴婢明日就不来了吧？怎么，本公子的钱是那么好拿的？这1个月还没过透，拿了银子就想跑？没有，奴婢绝对没有跑的意思。奴婢生是将军府的奶娘，死是将军府的鬼，还要留下来喂养二公子呢。既然不跑，为何说明日就不来了？只是奴婢实在……这是什么？只是二公子最近闹得太厉害，他闹腾的也凶，奴婢光是顾着他一个就已经耗光了心神，实在是腾不出空来伺候公子了。行了，你每天就来陪我聊聊天，这总可以了吧？还是不要了，大公子，奴婢真的拿了本公子的钱，撩动了本公子的心，现在跟我说不要了，这又是怎么了吗？你就那么在意那个小崽子？本公子都把姿态放得这么低，甚至都要开口求你了，你眼里还是只有……大公子，二公子套称完成的弟弟，您怎么能开口闭口叫他小崽子？而且二公子乖子闹得很，笑了起来最是可爱，您何该疼他才是？可爱？若是你好端端做个独子，长了20岁，眼看着就要承袭爵位，长满家门，突然间父母又给你冒出一个弟弟，原本独属于你一个人的关注宠爱，甚至这将军府的家产都要生生分给他。到了那时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说出他可爱这种话，你也会容我这般恨不得他从未出生过。大公子，该不会是因为夫人这些日子忙着照顾二公子，没时间像以前那样关心你，你才在这心生嫉妒，跟个小孩子一般见识吧？大公子，对不起，是奴婢逾矩了，奴婢失态，求公子恕罪。
让本公子还回来便是。大公子，一报还一报，下次再敢对本公子动手动脚，可不止捏脸这么简单了。完了，终究是没能辞掉这份监工，本想拿钱跑路，没成想大公子钱给的太多了。最近有公务，本公子要离府一趟，这些日子你不必来我院里，这500两1个月你拿的不亏。本公子最近公务繁忙，你不必日日来我院里守着。只是，只要本公子回府，无论多晚，你一定要来见我。是，大公子。工钱还像从前那样照算，你不必觉得亏了。多谢大公子体恤。莲娘，你这几日怎么魂不守舍的？二公子都睡了，你盯着那院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府里最近静得吓人。大公子好些日子没回了吧？大公子那是天上的云，忙的是军国大事，哪能天天回这宅门里转悠？咱们做奴婢的，图个清闲不好吗？1000两、2000两、3000两，我已经是个有钱女人了。季承义大概不知道我攒了这么多银票。哪怕我再怀一个，哪怕还是女儿，我有钱了，我有几千两银子，我有钱给她请最好的大夫，用最贵的药。月儿，娘现在有钱了，再也不会有人因为舍不得钱请大夫就看着你夭折了，再也不会了。莲娘，你听说了吗？大公子最近在京里风头盛得很，多少高门贵女盯着咱府上世子夫人的位置呢。你成日往大公子院里送东西，就没想过往上爬一爬？彩娟姐姐休要胡说。我一个乡下来的奶娘，怎么敢动那种心思？瞧你吓的！你要是真能攀上大公子，哪怕是个妾，这辈子也够了。大公子他压根就不碰我，我就算有那胆子也生不出变数来。更何况他是公府世子，身份与你之别。我要是真敢做那种双的勾当，让将军和夫人知道了，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那个家，我是死也不会回去生孩子的。红儿。这府里上上下下，莲姨好像只有你了。你是莲姨唯一的念想。快点！这周岁脸的全来了，那2间库房早堆不下了，去把偏帖也投出来。哟，这就是咱家二公子啊！瞧那天天饱满的劲儿。给各位贵人请安，奴婢替二公子谢过贵人们的吉言。转眼竟是1年了。这泼天的富贵，终究是与我无关的过客。这就是二少爷啊！瞧他天庭饱满，鼻直口方的，真是浴血可爱。可不是嘛！瞧瞧这眉眼，简直和世子爷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！将军和夫人老来得子，如今长子封将，次子聪慧，真是泼天的福气！恭喜将军、夫人！他若是像他大哥这般出息也就罢了，可皇儿若是将来像他大哥那样忤逆，成日里只知道在军营里胡混，本将军亲自打断他的腿。你瞧瞧他，成日里不知道忙些什么，也不娶亲生子，让他相看哪家姑娘他都推三阻四。燕儿，你爹虽然话重，但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且听娘一句劝。燕儿，你告诉娘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啊？别总拿官务繁忙来搪塞，娘心里急呀。只要是个女子，身家清白，身体健全，我和你爹无有不允的。哪怕家世门第差一些，不只要你肯点头，咱家的功勋已经够多了。娘只求你有妻有子，常伴身侧，享天伦之乐啊！瞧瞧，夫人这是真急了。大公子这样的人物，20岁了，身边连个通房都没有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京城里早传开了，说大公子整日和太子、诸位皇子厮混在一处，私交甚密的情，怕是有断袖之癖呢。可是，大公子他，我脑海中浮现出无数个深夜，季承言只顾着埋头进步，却从未对我有过半分逾矩。难不成大公子夜夜相伴，竟当真秋毫无犯？都怪他那一身正人君子的气性。他喜欢的竟是男子。
二公爷乖，咱们不闹。乔见没？刚才大公子竟然瞧着那个奶娘走神了，连酒盏干了都不知道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大公子那是云端上的人物，平日里太子爷都得敬3分。那楚氏不过是个乡下农妇，又是二公子的乳母，那是泥地里的枯草，哪能入得了大公子的眼？就算做梦都不敢这么做的。若我也能像那些贵女一样，我想和张铁柱和离。若我先与夫君和离，哪怕是没名没分做个妾，我也甘愿。我说笑的。我不能，我有夫君的。张铁柱虽然混账，但在那白纸黑字里，他还是我正儿八经的夫。我一个有夫之妇，甚至还是个奶娘，我连给他做妾的资格过也没有。我觉得我大抵是病了，是为情所困的相思病。怎么了？今日这副表情，给谁看的？拿着本公子的银子，还觉得委屈了？说，到底为了何事？公子多虑了，奴婢只是觉得二公子眼看到了要断奶的年纪了。等二公子一断奶，府里自然也不打算留奴婢这个外人伺候了。这2年承蒙公子照顾，算算日子，也是到了奴婢该回家的时候了。归家，回那个穷乡僻壤去。是，这2年奴婢不在家，夫君已经在信里说清楚了，他和同村的一个寡妇生了个大胖小子。夫君说，等奴婢回去，就把那孩子抱回来给我养着。公子瞧，往后我也是有儿子的人了。大公子给了奴婢那么多傍身的银子，等奴婢回了乡，就把那孩子接到跟前。只要我好好培养教导他，供他读书识字，即便他不是我亲生的，那也是铁柱的骨血。我想好了，我要请村里最好的先生教他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对他好，等他长大了，看在这些银子的份上，他也一定会孝敬我这个嫡母的吧。别说了。公子，您说什么？本公子叫你别说了。公子，疼。本公子给你钱，是让你拿去养别的男人，还是让你拿着本公子的血汗钱，去替那贱男人养他和外室生的私生子？你把本公子当成什么人了？大公子这话好没道理，银子既然已经赏给了奴婢，那便是奴婢的东西了。这天底下的银子，我想怎么花，想给谁花，那不都是奴婢自己的事吗？本公子的赏赐，你也敢拿去喂那个狗男人？大公子是贵人，哪懂我们这些穷苦女人的命？像奴婢这样的女子，在家从妇，出嫁从夫，这一辈子啊，身子是夫家的，命也是夫家的。除了听夫君的话，遵从夫君的安排，奴婢还能怎么着呢？骗他的，回那个吃人的家，我又不傻。这2年，季承言前后后给我的银子，足有1万多两了。这么多银子，在老家购买下半个村子。我若是想买10个听话的相公都够了，还要张铁柱那一个脏东西干嘛？张铁柱只当我在将军府1个月列价为应纳5两月钱，压根儿不知道我手里还有钱。听他的安排。他若让你把这几千两都交出去给私生子买田置地，你也给？夫君若要，奴婢哪敢不给？
滚！拿着你的银子给本公子滚出去！楚姐姐，你那夫君张铁柱托我给你带个话，他说王寡妇刚给他添了儿子，正是花钱如流水的时候，让你在将军府多使使劲儿，多攒些银钱寄回去，千万别急着回家。哟，这哪是亲夫啊，这分明是催债鬼！莲娘，你这夫君看来是有了新欢，和新欢和儿子压根儿就不想要你回去，只盯着你怀里那点碎银子呢。他眼里哪里还有我这个妻子？不想要我这个人，却偏偏吸着我的血去养那个寡妇和私生子。夫君嫌我碍事，只想榨干我。大公子也不过是把我当个奴婢，绝不可能能真的娶我。我真是个没人要的女人。之前不是还硬上的很，说要回去教导那个私生子。既已决定回去找你的夫君，现在又哭给谁看？是因为知道你那夫君负了你，和别人生了孩子，还是觉得本公子给你的银子买不回你的心？别问了，大公子，求求你，你别再问了。大公子，你少年得志，位高权重，你如何会知道我心里的苦？你只需点点头，便有数不尽的贵女任你挑选。而我呢？天下出身名门的人那么多，个个都能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身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不能有我一个？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本公子既然许了你工钱，保了你平安，你还有什么不满的？回那个家，你只会烂在泥里。算了，跟你说了，你也永远不会明白。算了，你给本公子站住！你敢走？不能回头，不能让他看到我哭得这么难看的样子。奴婢见过夫人，今日过来是向夫人辞行的。辞行？可是府里上下对奴婢给你气受了。没有，府里上下对奴婢都极好，只是二公子已经断奶了，这院里伺候的丫鬟婆子那么多，个个尽心，实在是用不着奴婢再留在这儿讨嫌了。奴婢离家已经2年了，2年来不曾侍奉公婆，不曾照应家园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你这丫头，这2年我看在眼里，我着实喜欢。你照顾恒儿尽心尽力，从未出过半分差池，你可是帮了我这个老太婆的大忙了。这都是奴婢分内的事，我原本想留你在府里一直照顾恒儿的。但转念一想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家中尚有夫婿等着，我身为母亲，怎能为了让自己省心，就让你为了照看我的孩子，与你家上君长久分离？多谢夫人。回去后多备些补品，你这身子骨养得匀称，再生个大胖小子定是不难的。虽然夫人您这么说，不如等我与夫君和离之后给我机会。奴婢谢夫人隆恩。莲娘，快瞧瞧，夫人疼你。除了这一盘成色极好的锆子，还有实心的蜀锦布礼、金银首饰，连路上的吃食都给你备足了。莲娘姐姐，您这就要走了？瞧这大包小包的，您一个人哪里拿得了？要不要兄弟跑个腿，去街头帮您雇一辆马车？他是大公子的耳朵，更是大公子的嘴。如今我要走了，他连一句挽留、一句传话都没有，只说要雇马车。不必麻烦了，我自个儿能行。就这样看着走了。他真的，莲娘啊莲娘，终究是你自己痴心妄想。
傻愣着干什么？你不是要归家吗？上来，我送你。他不肯开口留我，却要亲自送我。原本我想了一肚子话要怪他无情无义，可他现在这副样子，却叫我怪他太有情义了。不用了吧，大公子千金之躯，奴婢自己回去便是了。毕竟这2年你在我们府里面劳苦功高，这份恩情，您低声些，求您了，这难道是什么光彩的事吗？既然知道不光彩，还不快上车？跟过本公子，你觉得很丢人吗？大公子，祖宗，快别乱说了。这2年奴婢虽在您房里走动，但您和奴婢根本就没有越过雷池一步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奴婢还要不要活了？以前没有，往后你想不想有？与其回去养别人的儿子，不如同你的夫君合力跟了本公子。天杀的，哥你怎么说得出口？我公都辞了，也和府里的人都道了别，眼看着就要归家了，你偏在这时说这种话，你是要害死我吗？不愿意啊，也对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小外，早知你心里只有你那个薄幸负心的夫君，算了。别算了啊，你倒是再多说2句啊！但我到底是个老实本分的农妇，他既然都说算了，我还能怎么厚着脸皮扑上去？月儿没了，公也辞了，我这辈子到底在奔个什么劲儿？醒醒！谁？起来，吃点东西再睡。过来吧。大公子，这些都是您亲手弄的？我4岁便被父亲带进军中，跟着大将军带兵打仗。大公子虽然才22岁，依然年少，可他经历的事，怕是我种10辈子地都遇不到的。在那尸山血海里待久了，人会变鬼。2年前，我单骑土匪寨，历劫之后，就在那田埂上，是你救了我。后来，我每次想杀人的时候，都会想起你。那他现在告诉我这些干嘛？毕竟我现在已经没什么用啊。噎着了，喝点鱼汤。多谢大公子。不用客气。从这里到你夫家还有半日路程，我们在此休整一晚，明日再上路。大公子，你睡吧，睡吧，明日还要赶路。他坐得那么远，倒像是故意避着我似的。可这样，我怎么睡得着？睡不着。大公子，你冷不冷？不冷。哦。大公子，您真是铁打的，连着赶2天路，竟然一点都不累。这算什么？行军时3天3夜不合眼也是常事。哟，这不是老张家的莲娘吗？这都2年没见了吧？出落得越发水灵了。老张家娶到你，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好福气，我看是冤大头。这莲丫头寄回来的钱供养全家，结果呢，张铁柱早跟王寡妇好上了，孩子都生了。哎，
可不是，老张家靠着连娘寄回来的银子盖了新房。连丫头，不是婶子说你回来可得攥紧男人的裤腰带，别便宜了狐狸精。婶子们，快别说了。这马车真气派，连娘，你这是发大财了？不是的，这是将军府的马车，送完我还要回去的。将军夫人心善，特意让府里的车夫送我。车夫，你叫本公子什么？大公子，拜托拜托，名声要紧。多谢大公子。连娘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在将军府当差有吃有喝，家里又不用你惦记，回来干嘛？陪老娘。小公子断奶了，用不着我伺候了。没用的东西！夫人怜惜我，怕我和夫君离心，便放我归家了。我就知道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奶娘的活都干不成，回来吃白饭吗？定是你笨嘴结舌，不知道讨好主家，才被人给辞了。要是没了你那1个月5两的月例银子，我们一大家怎么活呀？我不管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去，求求夫人让你留下，继续照看小公爷。当初月儿发高烧，我跪下磕头求他给孩子请个大夫，他一文钱都不肯出。如今全家靠我的月例银子过活，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？你干什么？你是？这是将军府的马夫，是将军夫人慈悲让他送我回来的。原来是马夫小哥，哎呦，这一路辛苦了吧？要不要上家里喝口茶水？我们家现在可是村里最好的。能不好吗？我这2年100多两的月钱全给你，100多两。我离家2年了，想先去看看月儿，去她坟前给她上炷香。一个赔钱货短命鬼，死都死了，有什么好瞧的？我只是想去给她上炷香。你当务之急是赶紧出去挣钱。可是我和夫君这2年不曾见面，也还没个子嗣。孩子有人替你生，你怎么说也是孩子们的嫡母。等你老了干不动了，他们定会孝敬你的。慧兰她有了，当初可是你自己点头让慧兰给珠儿生孩子的。慧兰那是王寡妇的闺女，原来归了家。马累了，得休整一夜，明日再走。行行行，马夫小哥尽管住下，咱家屋子多的是，这可是将军府来的贵客。连娘，你咋回来了？别提了，这个没用的东西让将军府给辞了。我回来办点事儿，这是我们的家。哎呦，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张铁柱，当初你咋跟我说的？你说你会帮我养儿子，说你娘子在大户人家做工，每月稳稳寄回来5两银子，我才跟你好的。原来你是这么跟他说的。现在孩子生了，肚子里还揣着一个，你娘子就断了尽孝，你叫我和孩子们怎么活呀？吸了2年我的血，如今就不得活了。你们，夫君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是我娘子，你没给我生出儿子，旁人给我生了，你就得替我养着。慧兰怀着身孕，我们要留在家里种地，你不出去做工挣钱，谁养活这一大家子？夫君，你真的要我替他养孩子？这些年我寄回来的银子足足有100两之多，靠着那些银钱应当够过活了吧？我要求不高，能吃顿饱饭就行。那些银子早就花得七七八八了。原来我2个儿子马上就要开蒙，你男人说了要送他们去读书考科举的，你现在是想反悔，毁了孩子的前程不成？对，我答应慧门的，他2个儿子就是我的儿子，你不供他们读书谁供？原来你都想好了。可是我已经从将军府出来了，夫人也聘请了其他人照看小公子，我回不去了呀！你们要是再不要我，那我可怎么活呀？要我走也行，你们把这2年我寄回来的银子还我，2年100多两，还我。张铁柱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娘子，这王寡妇和她生的儿子，他们根本就没资格让我挣钱养着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谁准你这样说慧兰的？跪下试试。这位小哥，我教训自家婆娘，轮不到你多管闲事吧？她到底是小公子的奶娘，在我们将军府做事2年，多少还是有些脸面的。
只是兄弟，我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。什么话？你娘子从前在将军府做工，月例银子丰厚，自然是极好的。但如今她丢了差事，兄弟，我是替你着想。她没了月银，你还要多养一口人，不仅不能再给你挣钱，还得让你们一大家子养着她。这多出来的嘴可不少费粮食啊。我看你那相好是个极好的，倒不如把你原先这个娘子给休了，直接娶了这位。这不合规矩啊！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连娘虽有万般不是，到底也是我明媒正娶进门的。一个不能给你生儿子的女人，留着有什么用？更何况，只要她留在这儿，就得天天吵着要钱，闹得你们全家不得安生。夫君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有一计，恐怕你不肯听。什么计策？小哥快说来听听。你把她休了，她无处可去，只能跟着我走。到时候身家银子咱们对半分，你就有大把的钱，能风风光光娶妻养儿子了。他愿意跟你走。兄弟，这事儿是不是太绝了点？连娘虽说没生儿子，可这2年……大哥，这是10两银子的定钱，你先收好。我在城里有专门的门路，你只管把休书写了，我把人带走。那钱呢？兄弟，我只能尽力在那边周旋。楚莲娘，嫁给我多年无出，还极度成性，无理取闹。这种不懂事的媳妇儿，咱们张家消受不起。休书拿好，从今往后你跟张家没半点干系。张铁柱，这2年我寄回来的银子，难道白喂了狗吗？钱？什么钱？那些寄回家的钱早就是张家的了。昨夜我已经去将月儿的尸骨取了出来，用金瓮装好了。你们要钱，我要月儿，那是我的血汗钱啊！滚！快滚！别弄脏了老身的地界！张铁柱，你开门啊！张铁柱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莲娘，别敲了，先随我回城吧。往后的事情再想办法。只能这样了。大公子，你昨天到底和我夫君说了什么？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答应休了我？怎么，事到如今你还舍不得那个狗男人？没有，只是觉得我的家底到底是便宜了旁人。大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喂，你去哪儿啊？那方向好像是张家。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不是你说的，你挣下的家业不想便宜旁人吗？我在他们家的柴垛子里点了把火，张家那5间新瓦房全被我给点了。不愧是我喜欢的男人，他太得劲儿了。放心，无人员伤亡，只是那房子嘛，怕是保不住了。我本是干惯粗活的农妇，可跟着大公子竟变得这般娇气了。附近就一条河，今晚先喝点鱼汤，等明日回了府，再让厨子给你做好吃的。这样便很好了。莲娘，你如今没了相公，可以嫁给我吗？终于肯娶我了，这样好的男人真的轮到我了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你那前夫，但你现在无处可去，嫁给我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我不逼你，你慢慢考虑。但是我真的很急。母亲，我要娶莲娘为妻。你这孽障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那是你弟弟的奶娘。莲娘，能吓着你吧？这小子打小就混不吝，我竟不知他会如此放肆。我就要娶她，那是功德，长嫂如母有何不可？混账！这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母亲，莲娘救过我性命，她身世凄凉，她那前夫是个人渣，全家吸她的血，还把她扫地出门。母亲，您再犹豫也没用了，莲娘腹中也许已有了孩儿的骨肉。他真的不是断袖。若没月儿，
咱们便没那天境之缘。我该谢谢他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星儿长得真像她姐姐，爱你的会爱你的一切。月儿，你瞧，妹妹叫星儿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